酸痛是讯号，动作是解答。欢迎来到 Motion Potion 动作处方签，给你每周一剂的身体修复指南。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就是明明没有运动习惯啊，但是小腿却特别的粗壮吗？或者是说久站久走之后，然后就会常感觉小腿紧绷的感觉。那欢迎收听 Motion Potion， 我是主持人 Jocelyn， 我是主持人 Howard。那 Motion Potion 是一款主打实用的物理治疗节目，我们会从大家生活中常见的身体困扰与习惯做出发，每一集都像是针对不同部位来舒缓酸痛问题的特效秘方。节目过程中也会搭配动作示范，除了 YouTube、Podcast 也会同步上架。很欢迎大家每周跟着我们一起边听边看边动，找寻自己的身体解方。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要来跟大家聊聊萝卜腿。那萝卜腿呢，它顾名思义就是小腿会像萝卜一样形状，那就是上面粗下面细。那通常我们可能常常会在运动员的身上啊，或者是说需要久站久走的族群身上会发现到。那我就想要分享一篇我有查到的文章，就是这篇文章这个女生她就说呢，她以前国小的时候是练田径的，然后那时候就是不知道说跑完步之后要做放松，然后拉伸，这样导致她现在的小腿很粗。长大之后可能就对自己的腿比较没有自信，然后都只敢穿着长裤，对她来说就是蛮困扰的这样子。那不知道就是大家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救救他这样？然后我就大概看了一下下面网友的回复，然后就发现大致上好像就是分成大概几个派别，我自己乱分的没有任何专业性，就是道具派，然后涂抹派跟医美派。什么意思呢？我有准备一个小小的图来给 Howard 看一下。就是道具派的话呢，就是大概像是可能拉筋板啊，然后那种美腿袜，然后或者是哇，这看起来就很厉害的这种按摩机器这样子。然后涂抹派的话，顾名思义就是涂一些可能像是乳液，然后瘦身霜。但我观察到，它通常都会搭配一些道具派的一些特质在里面，像是他的头可能会有一些按摩的头，然后还有医美派，就是好像很多网友就会说，感觉好像没救了的时候，到最后就是寻求医美来去做协助。不知道 Howard 怎么看看这以上的3点？其实在评价这些方法之前呢，我们觉得还是先回到源头，我们看看萝卜腿的成因，因为其实大部分的萝卜腿其实很多是先天的不足加后天失调。什么意思？你是说像是我没有在练田径，但是腿可能就比较粗，就是因为我基因里面本身就有小腿粗壮基因这样子吗？其实你还别说，这还真的有可能是真的。对，因为我们亚洲人的跟腱啊，比起欧美人士或者黑人来说都比较短一点点，那这也会让我们的比目鱼肌处在比较下面的位置，然后我们小腿整体的维度会增加，所以我们亚洲人相较于欧美人更容易会有小腿粗壮的问题。你刚才说比目鱼肌是什么意思？它是有不一样的。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小腿的解剖学好了。那简单讲一下啦。那小腿后侧主要就是2条肌肉，上面的是腓肠肌，下面的一大片肌肉是比目鱼肌。那这个2条肌肉会在小腿的后下方汇聚成跟腱，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阿基里斯腱，然后再接到我们的跟骨这样子。那所以其实萝卜腿可以分成胖在上半部与胖在下半部这2种。那胖在上面的主要就是腓肠肌为主，那胖在下面的就会是比目鱼肌比较多这样子。好，那所以那个相对位置大概就是上面是腓肠肌，然后下面是比目鱼肌，是的，这样子。那这样子的话，为什么会就是可能说有些人是久坐久站，但是他的小腿却可以比运动员还粗？这样是有什么样子的关联性吗？是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了腓肠肌跟比目鱼肌嘛？对，那其实这2条肌肉在功能上是有差别的。腓肠肌负责产生大的动作，那我们的比目鱼肌是负责稳定关节用的。所以当我们的久坐啊或久站的时候，我们的腓肠肌就会处于不工作的状态，因为它不需要有动作。对，那比目鱼肌反而要不断的出力来维持关节的稳定，所以比目鱼肌会越来越发达。然后就会让我们的腿的下半部变得越来越粗，这样子。所以这样就是比较像是一种分工的概念。然后可能假如说今天就是上面假如说你今天没有在运动，
那你可能就是上面的部分就会比较没有使用到，反而是下面的部分来去做使用。然后如果是相反的情况的话，可能他们就会交换这样子。那这样子的话，有没有可能是上面跟下面都一起粗壮的情况一起发生呢？其实这个也蛮常见的，但这种情况通常都是他已经不动，就是或久坐族群很久一段时间了，然后加上体重比较重一点点，然后他的小腿肌肉已经有点萎缩掉，然后这些肌肉萎缩后，它空出来的位置会被体液跟脂肪填满，所以如果说你让他趴在床上，你去掐他的小腿，你会发现非常的松软，就是很像是水做的软趴趴的感觉。一般的肌肉是要有一点 Q 弹韧性，有一点硬度的。但是如果说你的小腿完全是松散的，那就表示它可能很大一部分小腿肌其实是有退化的，然后会被脂肪跟水所取代这样子。我现在你边讲，我就在边按我自己的腿，我想说完蛋，我这会不会都是脂肪？对，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有没有可能是还有什么样子的情况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会遇到的常见的动作吗？或者是情境，然后也是会导致就是有萝卜腿的情况发生？这个其实主要以现代人来说，很多人会有萝卜腿的原因，是因为他们都乱穿鞋子。对，乱穿鞋子，你是指说可能穿高跟鞋啊，或者是说穿拖鞋这种吗？这当然也是一部分啦，但是其实平常我们在穿的一般的鞋子就会影响很大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说到小腿的另外一位主角，就是我们的跟腱。你刚刚在前面其实你有提到一下下，对对对，只是我刚刚只是在讲两条肌肉，我还没讲到跟腱这个东西。对，好，那所以我们直接来看，那其实跟腱就是阿基里斯腱嘛。那其实阿基里斯腱啊，相较于腓肠肌跟比目鱼肌，它才是走路的主角。那我们可以把阿基里斯腱想象成一条橡皮筋，那我们就需要有，我今天有准备道具来上道具。OK， 非常好，就是我们的弓与箭的这个小模型。好，那我们就把阿基里斯腱想象成这条黄色的橡皮筋。好。那当我们走路在重心往前压的时候，我们这个橡皮筋就会慢慢的拉长。好，那这个棉花棒呢，就像是我们的脚的骨头，就是我们的跟骨。那我们的跟骨就会被这个就像那个弓弦被拉长，然后箭石被拉长一样。然后在我们要推进的时候就会飞出去。好，它就会飞出去这样子。那就这个回弹的力量就会让我们把我们的脚自然的推出去。对，反而不是用肌肉在走这样子。但是这样子的话，又跟我们的鞋子有什么关系啊？OK，那当你常常穿着拖鞋，或是平底鞋在走路的时候，这个鞋是平着嘛，对不对？对。那它会让我们的足弓塌太多，塌陷啊，足弓塌陷。对，其实足弓本来就会塌，在走路的时候，足弓本来就会塌一点点，因为它要缓冲减震。所以，但是平底鞋会让足弓塌太多，所以。然后这个塌太多会把足底筋膜拉长，然后再把我们的跟腱拉长。那等一下我想问一下，就是刚才有介绍跟腱了，对，那为什么突然又出现了一个足底筋膜？他是谁？就是在筋膜链上来说，我们的跟腱一路连到足底筋膜，所以我们的小腿跟脚其实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它是它的算一部分，算是一部分了。对，那其实如果大家想要简单理解的话，等于是说你的足弓塌陷会让你的跟腱被拉得太长，这样子。好，那这个时候呢？就像是你把一条橡皮筋一直拉在很长的位置，拉了很久一段时间，这个时候就会弹性疲乏嘛。对，我们高中物理有上过，有的。对，拉久了，这个弹性它就会消失，或者减弱。那松掉之后，弹力就会下降了。那这个时候呢，所有的工作就会变成是小腿肌要来分担这件事情因为你刚才说他是在他们两个中间就是连接的那一个角色嘛，对。当这个橡皮筋松掉之后，它的上下级
就要帮助他工作，就会有多出来的工作量要给他们做，这样子，对，了解，所以才会有变成说，你刚才才会说，其实鞋子就也会影响到小腿肌，萝卜腿的产生，是因为这样，就是小腿肌可能它就开始工作了，大家就开始越来越粗了，对，是这样吗？就是跟腱的能力下降之后，小腿肌的工作量就会上升，这样子。哦，了解。那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选才能选到一双就是对小腿相对比较友善的鞋子？它有什么就是选择的标准吗 ？OK， 那说到选鞋，我自己曾经花了一整个下午走进公馆商圈的每一间鞋店，那把他们货架上展示的鞋子几乎全部都测试了一遍。那我可以直接先说结论啦，那2500元以下的鞋子基本上都不太合格。所以，如果大家在选鞋子上面便宜行事，那后面可能会需要花更多的时间跟金钱去处理身体后续发生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可能不会出现在脚，可能是你的膝盖痛、髋关节痛、腰痛，或者是肩颈酸痛，都有可能会发生。哦，就是因为它有可能会连带影响到身体的其他地方嘛。对，好，了解。所以换个角度想，你的这些酸痛或者是其他不舒服，很有可能只会因为你换了一双好鞋子就改善，或者是说得到缓解。那想要选择一双好的鞋子呢，我们就要记住有4个重点，而且这4个重点是缺一不可的。那你可以直接帮我看一下我的鞋子有没有？我的是就是有满2500啦，但是你帮我看一下它有没有符合这4个标准。好啊，你就直接给我看这样子。来，好来，OK， 好赤裸。OK， 那我们进入第一点。好，第一点就是这双鞋子它必须要有坚硬的护跟。那什么叫做护跟呢？护跟就是在鞋子后面这一块的地方，的这个部位。那怎么测试？就是说我们在拿起一双鞋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用手这样去掐它的护跟。那如果说这个护跟它会很容易的被你压扁掉，让你的两根手靠在一起的话，那等于是说它没有办法承受你在走路的时候脚跟在里面晃来晃去的幅度，那就会变成是你的肌肉就要出很多力，在走路的时候去稳定你的脚跟。那刚才我刚刚看你好像有捏起来了，这样算吗？没有，其实这样是合格的。哦，这样是可以的，这样是 OK 的，因为有些鞋子你会看，它真的就是像某 C 牌的鞋子，某 C 牌，对，它就真的就是你压它就是一块，它一块布嘛，对，它一块布，然后它就直接会扁掉在一起这样子，所以这双鞋子这个部分是过关的，是可以的。好，那第二点，好。那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我们这双鞋子它抗扭转性要够好，因为我们在走路的时候，我们的脚并不是只有往前的动作，它同时会有往内外的动作，扭转的动作。那所以这时候一双鞋子它能不能够很好的去抵抗这个扭转的力气，就会让我们的脚的肌肉会省事很多。这样是指说，就这个鞋子要有弹性吗？可以这么说。那我们测试的方法就是我们会把这双鞋子像扭毛巾一样把它的扭在一起，然后看它会不会有那个阻力感，然后会不会弹回来。因为有些鞋子它是扭进去之后它就会定在这边了，然后它就不会回弹。那这双鞋子呢，其实是 OK 的。你可以再看一下，它有弹回来吗？我刚刚没看到弹回来。它可以这样子，它可以这样变回去原本的形状。它可以变回原本形，因为有些鞋子它是根本就是扭进去之后，它就会直接变成，它就像衣服一样，它就扭在一起。好 ，OK， 好。那第二点我有过关了，过关。好 ，OK。那第三点，那第三点的话就是鞋头的折线。那我们鞋头折线的位置呢，大概可以抓在这里。那这边就是我们大脚趾关节处的地方，也是我们走路推进的最后一段的时候，我们的大脚趾是不是会折起来？你是指说就是大拇指旁边有一个骨头的那边吗？就是大拇指在
大拇指在这里嘛，对，它在这个地方，这个大拇指关节在这个地方，对，所以它在推出去的时候，其实它会折起来嘛，对不对？对，走路图或是会这样，对，所以它的折线要在大拇指关节处。好，对，那我们测的方式，我们就是拿着这双鞋子，然后我们手推这个鞋头，好，推进去，这样要看它能不能有折在这个地方。那就我看 Jocelyn 这双鞋子的话呢，有一点软。它好像折了很多地方，对，它有点折在中间，但有可能是因为你这双鞋穿比较久了，所以它的鞋面会变得比较软，对，所以它会比较旧，它一开始可能会只折这边，但它后期它会整个这样子，它会整个这样子扭掉，所以我这个如果满分是1分，我可以给他0.5分。好，对，好，那我现在有2.5分了。对，目前2.5分。2.5分，那我们来看第4点的话是要看什么？好，那第4点的话呢，我们就需要一个平台来做。好，那这个平台我们就把鞋子放在这个平台上面。哇，你得放你的电脑上，我真的是好麻烦你了。好，那我们就把它放在这个平台上面之后，我们就把鞋尖往下压，压到底。那这时候呢，鞋跟翘起来的幅度应该要能够塞下一个竖起来的拳头。好，塞下一个竖起来的拳头。但是这样子的用意是什么？好，那这个用意就代表说我们在走路的时候啊，我们是不是重心会一直往前推进？对。那这个时候我们的鞋子它就会扮演一个像轮子一样滚动的角色，去帮助我们的重心往前滚动。对，就不会用到太多肌肉的力量，它会用鞋子的这个结构去帮我们往前做滚动，这样子会让我们的走路更省力。所以基本上这个测试所有的平底鞋都不合格。对，因为它就是平的嘛，它根本没有办法翘起来。对，你压它的鞋头，它可能只会翘一点点这样子。对，了解。所以就是它还是要有那个弧度在才。对，就是有一个鞋头前面的弧度。然后它可以让你的脚很自然的往前的去滚动。了解。对，好，那。所以那这一点的话，就是也过关。好，谢谢。所以如果说四个重点算4分的话，那这双鞋子可以拿到3.5分，是很高的分数了。对，好，恭喜你选到一双好鞋子。不愧是有超过2500的鞋子。对，谢谢。好，那我来重整一下，我们就是上面的4点嘛。第一点就是我们要看我们的护跟这边，就是它有没有办法，就是捏起来的时候，但是它可以捏起来，但是它不能就是捏成一块布这样对折，要尽量是捏不下去的尽量捏不下去的，它要硬一点。好。然后刚才我的是它在一个还算可以的范围，因为我刚才看它有捏起来。对啦，它有一点软，有一点软，但是你太硬，其实你也会不太舒服。对，但是它就是说，你要不能直接用手就压扁，就有一个支撑度在这样子。因为你手就能压扁，你的体重一压上去，它一定马上就歪掉了。确实。好，那再来的话，就是第二个就是像毛巾的那部分，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就是鞋子像毛巾一样，就是扭转，就是要测它的那个扭转性，抗扭转的能力，就是它要有弹性，不可以说让我们在走路的时候好像没有一个帮忙，没有一个抗扭转的力气。对。好，那再来的话，就是第3点的部分，就是看我们把鞋子就是往前推，然后看它的折痕是不是在我们的大拇指的关节那边。对 ，OK， 好，那最后一点的话呢，就是要看说它是要有一个弧度的，就是你把它就是放在平面上，然后压鞋头的时候，它后面翘起来的距离是可以足够放一个拳头的位置，这样子竖着的拳头的。OK， 好。那刚才除了就是我们在选鞋子的时候有这4点要注意，那我们在穿鞋子的时候会不会也是有相对要注意的事项？当然有。那我们穿鞋子的时候一样有4个很重要的点。那第一个点的话，就是我们尽量使用鞋拔子去穿鞋。鞋拔子，对，好久老的东西。对，就这个东西，大家可能都放在家里鞋柜的深处，几乎从来没有使用过，因为大家都喜欢直接扭一扭就出门了。对啊，很赶怎么还会有时间在那边用那个拔子在那边用？对。
就是我们用扭的习惯会很容易把我们鞋子的后跟压坏，对，而且甚至很多人在穿鞋子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把脚穿到鞋子里面。C 牌的鞋子，他们直接就是把后跟直接把那个鞋子后跟压扁掉之后，就像拖鞋一样去穿这双鞋子。对。那这样子其实蛮浪费的，因为鞋店制鞋的这些厂家，他们在设计这个后跟的时候，如果他有把护跟做的比较坚硬，那个成本会提高大概500块钱左右。哇，好精确哦！所以如果你都用扭的，然后或甚至直接把鞋子踩下去，那这个后跟这500块钱，等于是直接浪费掉了，丢到水里这样子。没错。好，那除了这个的话，还会有第二点对吗？对，那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我们在试穿的时候，就稍微留意一下，说我们把脚顶到前面，对，然后我们的手指插到后跟要留一个手指头的距离。其实很多鞋店店员也都这样跟我们讲，但是他同时漏了一点是说，在往前推，然后塞一根手指头的时候，你的前面在鞋楦头的地方，不应该会有很紧绷压迫的感觉。对，你能后面塞得下一根手指，但是前面并不会有紧绷压迫你的脚趾的感觉。好，对 ，OK， 对，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很容易感觉到你的鞋头很紧，那很容易就会把你的拇指搞得外翻，然后或者是脚趾会变形。穿那个高跟鞋啊，或是尖头鞋的时候，对，对，尖头鞋的话就要看说，因为它很多尖头鞋是在脚趾的前面变尖。哦，对，那就可能影响不会太大。哦，它如果说是在脚趾的旁边就变尖了，它就会影响到脚趾。好，所以这个会有差别。对 ，OK， 好，那第三点的话会是什么？好，那第三点的话呢，就是我们在绑鞋带之前我们要用敲鞋跟的方式，那就是像是说把我们的鞋跟在地板上打一下，打2下。这样子敲2下鞋跟，这样子对，那这个是为什么呢？这就是让我们的脚跟能完全卡到我们鞋子的后跟里面去。好，对，那很多人会觉得说，那我楦头很窄，那我是不是就穿大1号的鞋子就好了？对啊，可能有时候试穿的时候想说，这个好像前面有点紧紧的，那就会跟店员说，可以再帮我拿大1号吗？大半号、大1号。对，所以这样是不行的吗？如果说你的护跟脚跟的部分同时也很紧，那你确实可以换大号的。但如果说今天你的脚后跟已经是塞满的状态，它是很合身的，然后你的楦头觉得很紧，那表示说这双鞋子它其实不太适合你。可是我就是很想要，那怎么办？就是它会有一个取舍嘛。假如说，护跟然后跟楦头可以先看哪一个，还是什么之类的，不行。对，就是如果今天楦头太窄，你换大1号，那你的护跟就会太宽所以你的脚跟，不管你鞋子绑得再好，你的脚跟终究会有空间。好啊。那如果真的非穿不可啦，对，那建议我们每次带着他穿走路，尽量不要超过1个小时。对，超过1个小时之后，它的那个破坏就会比较严重了。对，就是可能把它当做就是漂亮用的。对，就是可能是出席重要场合，或者说坐的比较久的环境下，你可以穿着，或者说拍照的时候可以拿出来穿一下。那这样会很好看，但是尽量不要穿着它去逛街逛2个小时，因为那样子的破坏是蛮严重的。就是需要大量用到脚的时候，就可能就比较不适合。对，还是穿适合的鞋子，花一点时间去挑选这样子。好的，那最后一点的话呢，会是希望我们注意什么呢？好，那第4点的部分呢，就是我们鞋带的绑法也很重要。那我们在拉紧鞋带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我们压力要均匀。就是很多人会只有最上面，然后就用力拉一个起来，就是把它就穿过去，对，就把它穿过去就好。那我们希望是能够由下往上一条一条的把它拉服帖，然后最后再把鞋带绑起来。我刚刚看了一下你的鞋带，很整齐耶。
就是我的就是松松乱绑这样子。哦，对啊，因为我每次出门的时候都会重新把鞋带拆开来，然后再重新绑一次。是真的把它整条抽出来这样？没有整条抽出来，我想说也就是把它们全部拉松然后再从脚尖往脚跟的地方慢慢一条一条把它拉服帖。对，因为这样才能够最大发挥这双鞋子的功能。因为如果说你买了一双超棒的鞋子，它所有的条件都符合，然后你穿得很舒服，但是你鞋带乱绑的话，这双鞋子等于对你来说是没有任何功用的。可是有时候绑鞋带就会觉得前面很紧，很不舒服前面很紧很不舒服的话，那就是你的最后一步就没有做到很好。最后一步什么意思？对，那就是说我们的做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调查，就是说大家可以看看说你的鞋带啊，你有没有绑到最后一个鞋带孔？最后一个鞋带孔，这个最后一个鞋带孔就是这个鞋带孔，这个吗？对对对，好像有，这个没有。怎么一个有一个没有？一个有一个没有，那我这样也1.5分吗？其实是0分，因为你最后一个鞋带孔的穿法也错了。好，所以这个鞋带孔很重要是吗？是非常重要，因为很多人在以前穿鞋，刚开始会把鞋子绑到最后一个鞋带孔，但是后来他们会发现说，我的脚麻了，或者说我的脚会痛，会很紧。那这时候他们就会放弃，因为如果说你直接去穿这个最后一个鞋带孔的话，它很容易压到我们的脚背的动脉，然后会把血流压住，这样你的脚就会很不舒服，会痛会麻这样子。那这时候就会需要示范我们的锁跟鞋带绑法给大家看。那其他的绑法很简单，只要小小改动一个地方，就可以大大增加我们的穿鞋的稳定性。这样子。那所以像你现在绑的这个就是吗？对，现在绑的这个就是它这边就会有做一点小小的改动，然后就可以让我们的脚更稳定。这样子。好的，那我们现在就要来跟各位说明，怎么样才是最完整的穿鞋方式。好。那现在请 Jocelyn 先帮我把鞋带松开。好，就被发现我都乱绑，我把它塞进去。好，然后把你的鞋带先每一个都拉松松的。那这样子是 OK？ 可以。好，先把它每个都拉松一点点。好，那我们现在把鞋子脱掉之后，把鞋带也已经拉松了，那我们就请 Jocelyn 把脚穿到鞋子里面去。好。那我们没有鞋拔没关系，我们就用手指拉着鞋后跟 ，OK， 然后把我们的脚穿进去，这样就可以。那我们穿进去之后呢，我们就要先让我们的脚跟在地上敲2下，让我们的脚跟可以进入我们的护跟之中。好，那接下来请 Jocelyn 往前弯之后，把我们的鞋带从下往上两条为一组的拉服帖。你说这样吗？对，拉服帖。这样。对。在拉服帖的同时，就是可以产生我们足够的足背压，让我们的脚可以稳稳的待在鞋子里面。就是你要感觉到有绳子压在脚背上，但是它又不是紧紧压着的感觉，它就是贴在你的脚背上的感觉。好，刚刚的话还是有点松，现在的话是大概是服帖的感觉，这个才是服帖的感觉。好，那我们绑到最后一个的时候，我们先不要急着把蝴蝶结绑起来，我们先把最上面的2个洞的鞋带拉出来之后，好，之后要用到最后一个鞋带孔的情况下，我们要把我们的鞋带穿到同侧的鞋带孔里面去。那边我用。好，对，我们就会做出2个小耳朵出来。好，那我们做出小耳朵之后呢，我们就会把我们的鞋带穿到对侧的耳朵的洞里面去。好，穿进去之后呢，就可以直接用拉紧的方式把我们的鞋带孔收紧。对。好，在收紧、在收服帖的情况下，我就可以绑我们的最后的蝴蝶结了。哦，所以它重点就是在后面那2个耳朵。对。对，我感觉好像
很紧很多就是它会变得是包覆性很强。对，然后你可以跟另外一只脚比比看，就是你可以站起来一下，然后站着感觉看看这2只脚的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就是这边的脚背那边是真的感觉有东西固定住它的。但是会不会很紧，很绷，然后会不舒服？是目前是不至于的。目前不至于，那你就之后可能要感受一下说会不会走几步之后开始脚会痛会不舒服。那你就要重新调整一下每一条鞋带的张力，对，每一条鞋带的松紧，然后就可以慢慢的去找到适合你自己的松紧度，这样子。好，对。那最后额外说明一下，是不是我们每次出门都要怎么样？对，花这么多时间在做这件事情。对，其实要看你出门的时间有多久。如果说我们今天出门，我们预计会走1个小时以上，像是我们跟同学去逛街，我们去搭捷运去比较远的地方，那我们这个时候可能会需要你好好的绑一次鞋带。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只是下楼去倒个垃圾，去买个 7 的东西，那就可以，那其实你就随便穿没关系。这跟刚才的那个就是不适合的鞋子穿一下下就好一样。对，是一样的道理。好的，对。好，那经过今天的教学，相信大家对于鞋带、选鞋，然后穿鞋这些的步骤都非常的熟悉了。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自己在家里面试试看，然后也可以比较看看这样子绑跟没有这样子绑的差别是什么样，是如何的。那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在影片下方询问我们，也欢迎大家追踪订阅我们的频道。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咯，拜拜。拜拜。那今天的话呢，就从萝卜腿的成因啊，到小腿的肌肉功能，聊到了选鞋、穿鞋 ，Howard 都有很详细的跟大家说明到了。那当然就是还是要提醒到说，这个标准也不是单一的准则，就是如果说我们有不同的运动形态，也会有不同的条件需要来去做参考，到最后都还是要试穿才会知道哦。那今天的话，比较是以单纯走路啊、跑步，就是比较日常以稳定为主的需求来说的话，提供给大家的一些4大准则来去做参考，这样子。对，好，那也希望今天的内容可以帮助到大家更了解萝卜腿的成因，然后从此可以远离萝卜腿的困扰。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喽。Motion Potion 动作处方签，每周1季的身体修复指南，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